大家好，冬天的白菜特別好吃，而且價格也非常的實惠。今天就用白菜、豬血、豆腐和粉條搭配，跟大家分享一個很有特色的農家菜做法。吃起來湯鮮味濃，老少皆宜，既有菜還有湯。接下來就跟着我的視頻看一下，具體是怎麼做的吧。幾分鐘就能夠學會，喜歡的朋友可以試試。首先來準備一顆大白菜，把剝好的葉子去掉後，再一片片的掰開，這樣主要是方便清洗。再準備上一些豬血和豆腐，接着來準備一根青蒜苗，這個主要是增加香味。把根部和不好的葉子去掉不要，最好是用這種香蒜苗，也就是紅頭蒜苗，做出来的味道吃起來更香。接着把白菜先放入水中清洗乾淨，有時间的最好是浸泡5分鐘，因為這個白菜幫的位置很容易殘留些泥沙。全部清洗乾淨後，撈出控乾水分，再把蒜苗也清洗乾淨。沒有青蒜苗的，多放上一些小蔥也可以，主要是起到增香的作用。接着來處理白菜，要想做出的白菜好吃，最好是不要用刀切，用手掰的方法，掰成大小均匀的塊。這個白菜葉一定要掰大點，白菜幫掰小一點，這樣受熱才更均匀。用手掰的，這樣白菜產生不規則的面，燒制的時候更好吸附料汁的味道。再來準備生薑，稍微多一點，先改刀切成大塊，再切成薑片。大蔥少許，切成蔥花。再把青蒜苗改刀切碎，蒜苗杆的位置一定要從中間切開後再來切，因為這個是出鍋的時候再放入，吃起來的香味就特別濃郁。接着來切豬血，這個豬血主要是在市場賣肉的攤販那裡買，切開後裡面呈這種方窩狀的，像這種就是真的豬血。豆腐也是改刀切成薄片，最好是用老豆腐，也就是滷水豆腐。再來準備一些土豆粉，沒有土豆粉的，用乾的紅薯粉泡開後剪成段。一個正經的母雞蛋，打好後用筷子向一個方向攪拌均匀。這個就是主要方便家庭操作，用來制作濃湯。全部食材準備好後，接下來進行下一步操作，起鍋燒水。水開後一定要放上適量的鹽，再倒入豆腐和豬血汆燙，主要是去除一些腥味，而且更緊實一些，還不易碎。開鍋後煮30秒鐘左右，然後連原湯倒入浸泡上。接着來把鍋底的水分燒乾後，放上少許的植物油，再放上適量的豬油，熬香後保持中火，倒入打好的雞蛋，用勺子快速的推動，把雞蛋炒散，炒至定型。然後再劃成大小均匀的塊。這個雞蛋建議大家煎炒的偏老一點，一定要炒至表面稍微有點焦黃，這樣做出來的湯喝起來味道才特別的濃香。像這樣就可以。這時候從鍋邊烹入少許的料酒，揮發增香。翻炒幾下後，倒入開水，切記不要一次倒的太多，最好是分2到3次倒入。這個方法做出來的湯汁很快就變得特別的奶白，而且味道也很濃香。保持大火，先熬1分鐘左右，看这湯的顏色，
在家裡邊，只要掌握好這個方式方法，也能做出和飯店一樣鮮美的湯。這時候再放入切好的薑蔥，接着保持大火倒入掰好的白菜，煮至40秒鐘左右，把白菜煮到刚好發軟，調味非常的簡單，只需要放入適量的鹽和胡椒粉就可以。再把切好的土豆粉倒入鍋中，再放入豬血和豆腐，這時候的火候就不要太大了，保持中火燉煮1分半鐘左右。一定要用勺子多推动幾下，讓其受热均匀。把白菜煮至完全断生，湯汁变少的時候，再放入切碎的蒜苗花，熬出香味後，即可關火出鍋，裝入湯碗中。這幾樣食材搭配在一起，用這個方式方法做出來，吃着味道既鮮美，而且營養還比較豐富，很適合口味偏清淡的朋友。尤其是天冷時來上這麼一碗，既暖心又暖胃，全家老小都特別的喜歡吃，做法也很簡單，非常的適合家庭操作。湯鮮味濃，老少皆宜的白菜燉豬血就做好了。喜歡的朋友記得幫忙點讚、評論、轉發、收藏。我們明天再見。